皇上，孔双双有事要报。不见。可他说好像是晴柔姑娘有音讯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可知道晴柔的去向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是独孤园救走了晴柔。你说什么？独孤园对晴柔其实一直都有意，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，一直离间你二人。包括谢言辰，都是他的棋子。他一直都在利用我，先是把我放在谢言辰身边，后又教唆谢言辰把我送到你的府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如今，他见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想要抛下我，就像抛弃一颗弃子一样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，给朕滚出去！皇上，双儿所说句句属实。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抓到独孤园，当面问问清楚。滚！独孤园。不行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是你叫我出来晨运的，怎么，才走了1个山头你就不行了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是习武之人，你走3个山头都没关系。好吧，既然累了，那你就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再走。能不能不走了？我身体还没好呢。让你每天徒步行走，就是为了锻炼，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。再坚持一下嘛。好吧。我把药材都放在这个镯子里面，只要你每天带着它，身体一定会好得快一些的。药材还能放进镯子里？第一次听说哎。这可是我们明炼宫的独门绝技。那你们明炼宫的绝技还挺奇葩啊。奇葩？奇特，口误。青柔，这个镯子你可一定要收好。只要你带着它，就能让明炼宫所有人都听你的号令，他们拼了性命都会保你周全。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，你都可以随时号令明炼宫上下。是哀家糊涂啊，听信了谗言，哀家对不起琪儿，更对不起晨儿啊。若不是哀家，晨儿也不会一时糊涂铸成大错，被贬为庶民，流落在外呀。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错。好在琪儿她是个好孩子，相信她将来也一定是一位好皇帝。皇上，查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那名山脚下，藏于明炼宫中。难怪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。果然是明炼宫中的人。你可还查到别的？回皇上，明炼宫虽然是近些年才在江湖上崛起，但是实力不俗。尤其是明炼宫的宫主，据说她的武功高强，神出鬼没。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实面目。倘若真是那独孤园劫走了青柔，那他就是明炼宫中的人。可还不止，明炼宫宫主平日喜欢吹箫，一支玉箫能摄人心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独孤园就是明炼宫的公主？是。好你个独孤园呐！
藏匿于朕身边多年，朕却毫无察觉。究竟意欲何为？皇上可还记得独孤元曾和你说过他的身世？朕还记得，他说他一家人被奸人所害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莫非朕就是他的仇人？可朕并没有做过杀人灭门的恶行啊！皇上的确是没做过，可先皇先祖们呢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据名山探子回报，他们曾抓到过明炼宫的人，言行之下，明炼宫的人说，里面居然供奉着前朝皇帝的牌位。朕明白了，难怪这独孤元与朕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。原来这独孤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复国而来。这么多年，我视他为兄弟，为知己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无时无刻不想取皇上的性命，夺走江山社稷。照此说来，皇上已经知道明炼宫的位置了。不错，如果此次皇上决定攻打明炼宫，我想请命去做先锋。不妥，我觉得此时不是攻打明炼宫的时候。皇上刚登基不久，先应该稳住朝纲，而并非大兴武力。如果为了区一个江湖门派而动用了大量兵力，必将会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。四王爷虽然说的有理，但是恐怕皇上是非拿下不可。我知道，三嫂至今生死未卜，难免皇兄会急于攻打。其实我也想早点找到他，但是三哥已经登基，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，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了。四王爷不必过于担心，皇上他自有分寸。其他事情我不担心，可是事情一落到秦柔身上，他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。说来也是，你我一定要阻止皇上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当先锋。但愿我能劝得住吧。在花别旧深秋，窗前明月独坐。不会说，再不说，眼泪划过而我，你不再为我，我不再难过，就这样结果。也许只是眼角无意的一瞥，就注定了你我。大雨一直滂沱，无言雨水滴落，思念对谁说？也许只是眼角无意的一瞥，就注定了寂寞。就算你远走，我还站在原地，傻傻的等候。